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未来资本的播客电波未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Wendy。那在前几期节目当中我们聊过创业者的成功面向，也聊过企业进化论，如何从救火队长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战略指挥官，再到如何以长期主义来看待品牌价值。其实，在企业发展的这场长征中，很多问题归根结底都在考验企业的组织能力以及创始人的认知与心智。那作为一家投资机构，这也是我们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一条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组织能力与创始人的心智进化。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第一位是我们未来资本的管理合伙人燕朱岩，他也是我们电波未来第一期节目的嘉宾。今天终于有机会再次请到燕来节目做客首先表示热烈的欢迎。好，谢谢 Wendy。我是未来资本的管理合伙人朱岩，非常高兴又回到未来资本的播客节目和大家交流。好的，那感谢燕那第二位嘉宾呢，也是曾经来过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是这个资深的战略与组织管理专家 Leo 曹新宇老师。那 Leo 老师呢，上次我们也提到说，在甲乙双方都有丰富的高管经验，然后完整经历过一些行业的这个周期，也陪伴过多家企业成长为了1000亿市值。那欢迎 Leo 老师。谢谢 Wendy， 大家好，我是曹新宇，大家可以叫我 Leo。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燕还有 Wendy 一起来探讨这样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对感谢两位。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我想先问问燕因为其实我们在很多未来资本的内部的会议当中，就是您经常也会提到您说您非常关注说企业成长、组织成长，还有这个创始人自我成长的这几个话题。那说作为一家基金公司的这个掌舵人，为什么会对这样特别软性的话题然后这么关注呢？对，其实未来资本是投硬科技的一个基金，是吧？我们其实对科技的分析还是比较深刻的。那我本人也是对科技投资2007年就开始做，也很长时间了。但是其实越做这种科技投资，越来越发现我们对技术的分析、对市场的分析、对模式的分析可能都还不错，但是它只是决定企业发展的一个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个部分。对，真正能够决定企业发展高度的是创始人的底层的思维模式，创始人的心智，他的动力来源，他的组织的建设，其实这些软性的东西。所以经过这么多年的投资实践，现在我也越来越关注对人对组织的这些分析和怎么给他们提供帮助。就像比如说我们投资可能如果用车做个比喻，是吧？电动汽车我们可能给它输了一些电，如果油车给它一些油，对，给它一些能源。但是真正能够跑得快，是吧？跑得稳，跑得长久，其实是靠它的电机、发动机，它的自动驾驶的软件，是吧？它的这种计算能力，其实靠这些东西，更多的是靠创始人和组织自己的修炼。那我们说这个投资其实是要在这个好的这个赛道找到这个对的人。那从您的这个角度去看，说现在我们在投这个 AI 和具身智能领域的时候，我们看的这些企业、这些创始人，跟我们当时看这个新能源赛道、科技赛道的这个时候，这其实也经历了一个10年的这个周期嘛。您觉得有什么变化吗？然后创始人的这个底层的素质，或者说您去看他们的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标准和要求？是，其实对创始人的画像，那我想呢，虽然科技的主题在变化，其实创始人的优秀素质还是非常稳定的。其实我们看了这么多年的公司，我觉得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个角度，我们会去挖掘这个创始人的潜力。比如说，当然最简单的，他做一个行业，他自己的能力、他的长板和这个行业是不是匹配，我们叫行业匹配度，是吧？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个起点，还是一个很关键的角度，我们会去考虑。那另外呢，其实大家都非常强调这个定力，笃定，是吧？在重要的时刻，是不是能够做一些正确的选择？选择做的东西，选择什么东西不做，是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考验人的。是。那回到我们非常熟悉的创始人，比如说斌哥，是吧？他选择做换电，对，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
其实在蔚来汽车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换电在多次遭到过质疑，是吧？它也需要大的投入，需要规模，但是呢，现在虽然过去有这么多的质疑，但是现在再去看，换电已经成为了一个未来的客户非常喜欢的、非常享受的一个服务，是吧？也被市场所证明，它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方案。所以这种选择其实是很难的，对，能够坚持下来去选择换电。举个例子，这就是定力的一种体现。当然，定力它是经过深度思考的。经过深度思考以后的选择是定力，而不是执拗，不是偏执，是吧？所以可能我们要做一些区分。我觉得还有一点，如果我去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成长。就是成长力，它可能是不断的学习，是吧？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我发现企业经营到一定规模以后，就会去寻找它的一些经营的底层逻辑，而且很多底层逻辑可能不是来自于商业，比如说有些企业家去读这个《道德经》啊，这个有些企业家去读《毛选》，很多企业家都会通过读书去完善他的底层的思考的一些逻辑，去经营企业。当然，我最近也参加了一个培训，会读到很多像亚里士多德呀、柏拉图啊、孔子啊、孟子啊，其实这些都是更底层的一些思维，去帮助你思考怎么去经营你的企业。那同时还有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去看待这些困难，用成长的一些思维去看待，你可能对这些事情的思考方式就会不太一样。Leo 经常告诉我们，这个 Leo 老师也给我们做成长的培训，做经营的培训，会告诉我们，当你面对一个失败、一个挑战的时候，你去看它背后的礼物是什么，背后的礼物是吧？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有成长思维的一种思考的方式。所以，一个企业家、创业者是不是能够在经营的过程当中碰到了各种困难，碰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这些事情去修炼自己，去成长，通过读书，通过跟其他人交流，通过这些经历不断的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这个其实我们刚才在讲说，我们看这个投资人的这个时候，这个未来资本其实我们有自己的一套的这个理论嘛。然后这个经常我们见这个创始人的时候，这个燕也经常会问，就是他的这个愿景啊、使命啊，想去看他的这个初心，然后是否能够坚持。包括我们也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同事会跟创始人去聊，去闻他身上的味道，是不是有这个行业的这个匹配度，然后再看他就是这个学习的能力啊，然后是不是这个 ego 很大的一个人啊等等的。其实这个燕刚才就是说的，就正是我们现在正在这个正在 practice 的一件这个事情。那其实我们上次在讲这个创业者的成功面向的时候呢，您刚才就是提到了这个几个词哈，就是说一个是笃定，您刚才就提到了，然后还有就是燕说的这个成长，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上次也说过自省，然后当时我记得是说您说这三个词对您来说就是看了很多的这个企业家不管他是外向的内向的然后不管是在什么赛道，就感觉这个是三个这个非常核心的这个词儿，我觉得跟那个燕刚才说到的这个也是非常匹配的。那但是现在我们感觉就是特别是看 AI 和人工智能赛道的时候，特别是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就甚至看到很多00后都开始创业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个完全是 another generation，就是另外的一代人。那在00后普遍开始创业了以后，就是我们说如果是去看这个好的这个创始人，或者说这个更进一步我们说伟大的这个企业家，他的这个底层素质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我的真实思考啊，其实不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同意刚才燕我那个我们的假设前提啊，我们在谈一家是伟大的企业的种子，我们不是在谈一家说可能快速成长一家企业什么样子。对，伟大企业我觉得至少要用10年去衡量。10年衡量这里面，因为说其实你无论是00后创业，还是在 AI 领代这个 Z 时代创业，还是在 AI 时代创业，其实我觉得不变的啊，就是对新鲜东西是要学习的。比如刚才谈到终身学习，要有敏锐度，你不要去排斥新东西，要不断去学习，要观尘入局，要去了解它。对。但是这里面我觉得有个边界哈，就你不要让它影响你的笃定。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有一些人，包括一些企业家，因为 AI 时代到来带给他的不是笃定，不是一种感觉新的机会，而是焦虑。
就年轻人有一个词叫FOMO， 就是 FOMO 对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他怕错失这个机是的会，然后就很紧张。是的，有的人其实已经是老江湖的企业界的人，又喊出来说，像互联网时代那样，就是好像你不做互联网就要死掉似的。这个其实我是不太认同的。就任何时代都需要学习，任何时代都有机会，机会满地。你只要是有学习能力，你有眼光，你有反省能力的话，其实从来不缺少机会。但真正反而缺少的是什么呢？你把一个种子培养成一个大树，中间那个笃定性、那个坚韧感啊，那个包括像刚才谈到的这个斌哥这种，我其实通过第一性原理思维或者怎么样，我找到了一条路，哪怕很艰难，但是我一天天去垒这个大厦我不期待他说3年5年垒成，10年垒成，甚至更长时间垒成。我认为一条路，中间有困难，我看到困难背后的礼物，这样去走，我觉得反倒这种人是能成就伟大企业的。这里面其实刚才这个燕就是谈到另外一股力量啊，燕谈到这个笃定感，其实来自于说其中一种深入思考，比如说像第一性原理思维方式可能还有另外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呢，其实不是来自于完全的理性的思考，其实是，这个也是其实我现在自己在练习的，也包括带一些 CEO 在练习的哈。他找到了另外一股能量，这股能量是什么？我相信，我猜测斌哥可能也会有这种能量来源。什么呢？他不是基于有思考，但同时他对自己的信念体系是有个架构的。就不是说看到什么东西了，而是我相信些什么东西。这个信念体系是他的支柱。而这个信念背后呢，其实还有个东西，就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就我是谁。比如说，我猜测可能想做一些不太一样的事情的人呢，他内在是有一个自我身份认知，说我要做的是一个变革者，或者是创新者，我要改变一个行业，而不是说我要做一个成功的商人，什么挣钱我做什么。比如像有人开始做汽车了啊，另外一些人开始做汽车。结果老 diss 他，就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当你对自己的生命的身份有一种感应的时候，那是真正稳的根。对，是小的磕磕绊绊，小的一些失误都不会问题。对，其实身份的这种认同，包括价值观的这种体系，它的底层逻辑是更稳定的。对，是吧？这个其实是更稳定。但是去挖掘它，就是还是需要很大的那种自我认知。对，要向里看，真的要向里看，要自我了解自己。对，真正了解自己的企业家其实也是不多的。对，我谈个案例啊，其实就在来之前，到上海之前，在北京我见了一家企业，2个创始人。去了之后呢，聊大约1个多小时，我把他们送走了。对，第一个是进门的时候呢，其实2个人手机就不停，咱们在做那个要跟手机隔绝练习嘛。对，他俩就发现手机不停，就是稍微一个人不说话，他2个人来的嘛，另外人马上拿手机看，看完这还稍微回一下。所以这2人给我的感觉啊，就是这2人其实生命状态有点浮躁。对，活得比较匆匆忙忙，是不是游刃有余？是。另外你看他们的发问啊，他全在向我讨教一些招。我说曹老师这块有没有什么招，一下子就能那样？我笑了笑，要短期有效，立刻有效。我说你们做这个行业啊，其实不是个新鲜行业。然后呢，招大家肯定都试过。但是我觉得真正考验的不是多少招，而是说你把一招给打透，就行。但是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定力。对，可能听起来他更寻求一些术的方案，是吧？对。其实我们也看很多这个创业者、创业团队到我们公司来，有很多人好像是讲给 VC 听的，是吧？To VC 大家都说，但是这个演的成分其实也很容易暴露。是。那我们更希望的是看到这些创业者的底色，他的真实的一些思考，对，哪怕不是那么完备，对，但是这些真的东西是最打动我们的。真的东西有生发力。对，就是你看他今天做了一个75分哪怕，但是你看他那种劲儿，你相信给他3年5年的话，他能生发出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对，但如果是一个稍微假一点甚至完美的东西，我现在对完美的东西特别的敏感。对，这因为感觉好像世界上应该是不存在的，它肯定是演。看似完美的东西背后必有猫腻。是的，反倒他有一些笨拙，有一些地方没太想到，但那种生发的力量就是特别打动我，会特别打动我。对，
那在您就是投资过和辅导过的这个企业里边，您有没有这个让您这个印象特别深刻的这样的这个人啊？他通过就是自我的这个成长和这个进化，然后把这个公司带到了一个这个新的这个高度，或者是说您在这个过程当中见证了他的这个人生的一些的这个变化和转折，让您印象特别深刻。其实这都是很有幸的一些经历，就是如果投到一个好的企业，发现这个陪伴这个企业家成长，在某一个时刻有这种顿悟的一个时刻，是吧？然后带着企业上了更高的高度，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体验。那我就分享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状态，因为我们投了很多技术公司，对。技术创新的公司，那这些企业呢，其实在他们的各自的技术领域都是非常领先的。比如说我有世界最好的激光雷达，我有世界最好的自动驾驶的算法，我有世界最好的传感器啊，等等等等。但是很多时候，其实这些在他的行业里边已经有很高造诣的这些人，他是有一些骄傲感的。对，他已经做到了世界最高的水平，但是他要把这个东西好的产品好的技术要带到市场上，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所以有些这种技术类的领先的创业者通常犯的一个通病就是，为什么客户不理解我，是吧？为什么没有把我的产品用好？对，如果没有用好或者不愿意付这个价钱去买世界最好的东西是他的问题。总有那么一个时刻，当这个创业者企业家他的想法变了，当每次遭到拒绝的时候，去看背后的礼物是什么，可能不一定是客户的错，对，可能我要跟客户一起做一些调整，把我们这个好的产品带到最终的市场上。当发生这样变化的时候，企业就不一样了，他的思考的方法也不一样了，已经不是你我之间，而是我们一起怎么把这个生态做好，怎么把这个产品做好，这个服务体系做好。当他的思维发生了这个变化，马上企业就会上一个非常大的台阶。对。然后我今天下午去这个太仓访，就是跟这个我们投资团队的同事一起访谈了一家企业，然后这个我感觉就是创始人的这个心都是非常强大的。他讲到说，就是我的这个账上可能还只有一个月的这个工资，然后我们这个花了很多钱这个研发出来的一个产品，然后没想到就只坚持了这个2000公里，然后就坏了。然后他这个当然就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但他在过程当中讲的那种云淡的这个风轻的这个感觉，就让我这个不由得这个佩服，说真的是不是什么样的人都是能创业的，是对。那刘老师就说这个就如果是说就是让您给我们的这个创业者一个这个建议的话，怎么样去把这种就是战略上的这个定力、组织的这个活力和个人的这个成长，它有机的变成这个组织当中本身就有的这样的一种机制和活力呢？这有没有一些这个方法、心法 ？OK， 可以教大家。我现在会首先跟这些一把手讲，你就要先关注你自己的状态。就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状态搞得很焦虑，甚至很恐惧，这样的话什么都做不好。你身边团队，你的焦虑情绪又传递给身边的团队，你开会经常会容易发火就。对。然后你要发火的话，其实特别容易做错误的决定。是。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我完全的我认知就是说，其实一个公司的真正核心的重要是跟一把手每天的生命状态。这个比这个优先于战略思考都优先着，因为你没有好状态，你不会做好的战略思考的，你会做错误决定的。所以把自己每天的状态搞得很好，其实是首先第一位的。而恰恰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的 CEO 们这个好难啊，不知道的。这原先咱忽视的，在讲996，现在就可能都711了。对，大家习惯于就愿意肯定看很多这种创业者，大家应该是我不拼命我是错的，是吧？对，都是卷，都要卷，是吧？对，我不把自己今天会排满我是错的，我是对不起投资人的，有可能是对不起自己的事业的，对不起自己员工的，对，所以这个是个大误区。一定要先把自己的状态搞好。对，这个反倒倒推你说你要去真正的现实考虑，你的增长速度，
你跟团队的关系，反倒是说你把这些关系建立好、建立健康之后，其实能做一家有可能会做一家伟大的企业，对，而不是短期制胜的一家企业，短期制胜将来也会跌跟头的，所以我现在是更多的会教一些能听得懂的 CEO 们去说，哎，要重视自己的状态，每天的心情、每天的精力值，不要把自己的会议排满，要注意跟自己的关系，自己有些人的自己关系要解决的，要注意跟团队之间的关系，关系大家是说什么关系？到底团队跟你什么关系？是工具还是伙伴还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个做组织的前提。对，如果内心的把团队当工具的话，这个发现出来之后，你再学什么也是那个味道，也是那个控制的味道。甚至有 PUA 的味道。所以把自己状态修炼好，一定是这样的。创始人的或者这个 CEO 的状态真的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是吧？对，就是像这个 Leo 讲的，如果一天都排得满满的，压力巨大，其实很难平心静气的去分析一个事情。是的，吧？是的。我就在想，我们这个周一的例会，其实投资机构周一的例会都是很重要的。从早上9点开到下午6点，要去做一些重要的决策，其实很难沉下心来去思考。所以现在这个 Leo 讲到，就是状态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在心流的状态？对，在心流的状态里去工作，要求自己在心流的状态里去工作，是吧？甚至留出一些留白，然后把一些重大的决定留在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候去做。对，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关键。对，这个其实回到刚才那个温迪提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卷的问题啊。对，我是这么思考的啊，卷是一种低级的，就是努力。好，比它稍微高级一点是什么？我懂得选择，我懂得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我选择此时此刻是慢一点还是快一点，我懂得选择跟谁在一起，不跟人在一起，这是有智慧的，其实是，比如说，你看，我觉得刚才谈到那个链家的左晖，他其实就是一个特别懂得选择的人，我不是说什么挣钱我干什么，我不是说互联网来了我也去做互联网，不是的，他就坚守本行业的这种本质，他一做种选择，其实是。像好未来的张邦熙也是一选择，你做英语成功，我不做英语，我做数学，我只做数学，而且这是一种选择。其实是你们销售牛，那我不做销售，我就把课教好，把老师给培养好，这是一种选择。现在我看到另外一种智慧，更高级的智慧，更本质的一种智慧，什么呢？把自己状态搞好，把状态搞好之后，你自然而然会做相对大概率正确的选择，把自己状态搞好之后，你自然而然会吸引状态好的人，对的人，包括说内部的伙伴，包括外部的这个合作伙伴，你状态好的时候，其实你更容易做正确的决策，对，我觉得这个反倒是本源了。那Leo老师有没有什么这个调整自己状态的一些方法？我知道那个燕是有的，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这个路过他办公室，看到他对着这个窗外在冥想，是吧？被你发现了，是吧？也没有经常，这个很好。对，我觉得每天做一些冥想，其实会把我一天的状态都调整得很好。这个Leo老师也是一直跟我们讲，冥想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另外像这个锻炼是吧？每天坚持锻炼，对，有一些方法能把自己的能量找回来。对。就是我觉得现在 CEO 要上一门课，这门课就是怎么把自己每天的状态练好。冥想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它会让你静下来，会让你有大智慧，会让你能量回流，对，会让你内分泌变得更好一点，会分泌内啡肽啊、血清素等这些东西，让你感觉哎，其实我知道什么是爱了，我知道什么是链接了。现在冥想里都会出现，有特别好的一种练习。锻炼一定要锻炼，对，我这燕也锻炼，我也锻炼，锻炼让自己的精力值会保持的比较好，还有很多其实是，对，我觉得大家应该学这个，而且呢，这东西其实就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比如说你怎么吃饭，都很重要，其实是吃几分饱，吃什么，什么时候吃，我现在会给朋友一些建议，就是他想管理自己的这个精力的、身材的，我会建议把他晚餐换成一杯果蔬汁，都曾经帮过好几个人2个月减了30斤，对，没有任何痛苦啊！我体验过，坚持还是有难度的。岳老师上有一次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这个。
他发现这是一门很好的生意，是吧？对，就怎么教，是不是？您说这怎么教这个人，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状态调整好，这事儿就是其实说容易，这个不容易；说难也不难。但是这个真的是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这个困扰和需求。对啊，我就广告词都想好了，你不用打什么斯美格鲁肽，一杯果汁汁解决问题。对，然后这个练习呢，其实就在每天，所以真的是说，哪怕你是一个 CEO 啊，尤其要去注意自己每天的生活安排，对，几点起床，吃什么，安排几个会，几点睡觉，然后你才有好的状态，然后其实你才能做更大的事情，对，就我也见过一些这个企业家，就是这个真的是打开他的这个日程，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空隙，从起来一直到晚上就一直都是非常忙的。然后这个听廖老师刚才讲，就是这个如果是在压力非常大的时候，这个反而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是的，对，他在消耗自己，对，他是把自己的身体当工具了，对，一直在消耗他。不仅仅消耗自己，他还会消耗团队。其实是吧？你想想身边的人在你周围，你的状态这么差的时候，发火，这个或者做错误的决定，其实对大家都是有影响。是我们的投的一些这个企业的这个企业家，就是正处于这个非常低谷的这个状态下，然后除了就是李老师刚才讲的说，就是他可以从自我的这个角度去做一些调节的话，就是站在投资人的这个角度，我们这个您通常会怎么样去帮助这些人？对，其实这个投资人和我们所投的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关系，是吧？我们既然把钱投给了这些企业、这些企业家，我们肯定是非常希望能够帮到他们的，能够赋能，但是呢，有时候也不能入戏太深，是吧？就是你首先你也不可能进入到这个企业去帮助企业去做事情，对。那如果这样，他肯定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除非是危机情况下。如果企业进入了一些危机情况，那需要我们去帮助，我们肯定是非常愿意帮忙的，是吧？温迪，你也带着这个 HR 团队，也曾经去过一些企业当暂时的这个 HR，帮助稳住阵脚。我觉得这种危机情况，我们肯定是要出手相助的。但是碰到一些困难，这个时候怎么去帮到这些创业者、企业家，其实是一门学问。也是一个艺术。对，那我觉得更多的时候还是我们要做好准备，当企业家需要的时候，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是吧？那当然投资人最简单的，你还是要给资金的帮助，所以那我们要有不同的资金的产品能够支持到这些好的企业。它也许是一个短期困难，给他足够的资金，能够把这个降本降下来，是吧？能够度过一些难关，他可能就上了一个台阶。这是一种。当然有的时候企业家需要去敲开一些门，是吧？需要一些关系，不光是客户，其他投资人等等需要去介绍。那这时候我们去帮忙，我想企业家也是非常非常欢迎的。但是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还是靠企业家自己的悟，自己在这些痛苦当中的成长，所以这是我觉得最难的一件事儿，就是投资人在什么时候能够帮助这些企业家去悟到一些道理，甚至有些道理我们都不懂，是吧？但是如果他能够上一个台阶，悟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可能企业就会发展得更好。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我们请六老师去给这些企业家，不管是做教练也好，去上课也好，然后我们也请其他的一些专家去提供这样的一些帮助，就是希望能够企业家在遇到痛苦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些高手，是吧？如果是比如说六老师，其他的专家，或者相信我们，跟我们去聊，我们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帮助，我觉得这就非常有价值了。对，那其实就是很多人也在说哈，就说这个其实就怎么去平衡说这个资本的快和组织能力发展的这个慢，就是说这个现在其实行业发展的速度也很快，然后
我们说这个，当我们讲这个具身智能的时候，哇，很多公司都出来，然后 AI 现在也是如火如荼，然后在行业好的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对企业的这个要求，我感觉反而是更高，是不是更高的？然后这个这样的快慢当中的这个平衡，您是怎么想？对，对，其实投资机构把钱投到企业里边，它都会追求增长，是吧？对，追求这种企业价值的提升。那增长其实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那但是其实增长如果快于组织能力的提升，它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其实组织就像一个蓄水池，你不能等口渴的时候再去挖井。对，其实组织的建设一定要做在前头，对，能够帮助企业去这个比如说承接更好的市场机会，是吧？面对竞争等等，去真正把增长能够做出来。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组织能力，你是逼着它做增长，首先可能也逼不出来，是吧？或者就是拔苗助长，它的问题会非常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关注组织。因为我们很难去帮助这个企业家去搭建组织，是吧？去提升组织，这个是一个创业者 CEO 他的最重要的这个职责。我们可能能够提供资源、提供钱、提供一些帮助，但是真正把组织能力建设起来，要靠经营者自己去做。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企业成长当中最重要的一课吧。对，然后呢，这个因为燕也讲到，就是说您在这个组织和战略，还有这个人的这个成长上，您是有很多的这个经验的。然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几家企业，包括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您陪伴的很多企业已经达到了这个千亿甚至万亿的这个市值。对，那您觉得说就是一家企业就是它的这个组织能力的这个发展，然后跟创始人心智的这个成长之间，它有什么关系吗？还是这个当中有没有一些就是这个逻辑，就是组织能力和这个两件事情之间它是互相影响，还是说这个先要以这个心智成长的组织能力才能发展上去？这个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关系啊，就是这个人首先他把人当什么，就企业家把人当什么，把团队当什么，这是一个前提，其实是对但是这个是个大课题。企业家，我非常认同叶刚才说的，其实如果组织能力不 ready 的话，你谁着急都没用。包括我做咨询项目也是这样啊。其实我们帮企业做完战略之后，战略落地就靠组织能力。但组织能力发现就你逼不出来，甚至你给他做培训都没用。他太多东西需要去长出来了。听不听懂？听懂它能不能落地？能不能落地，还是愿不愿意落地？甚至有些人都不愿意落地。对，他就是职业心理人心态他有点混日子在这儿，所以你还解决意愿问题。所以我特别认同那个叫做稻盛和夫，他去拯救日航的时候，什么都没干的第一件事情是改变日航当时的他所有董事的叫做意识，对，头脑类东西。如果这东西不改的话，组织能力提升不上去的，日航也不可能被成就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说，组织能力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生发的过程，你千万不能指望它一夜摧成，所以要有耐心那在这里面呢，除了这个组织能力成长的其实有几个关键要素第一个就是创始人愿不愿意在人上，说的直白点，投钱。我看过这几家比较近的就是海底捞也好，这个链家也好，好未来也好，都舍得在人上投钱。比如说海底捞给员工的工资是比行业要高一些的，高20%。然后链家整个高管团队里面有一半是从 IBM 挖过去的，也留存的很好。这个好未来从清北招了很多这个毕业生过去，学霸过去也可以最高的工资。当老师做研发等等。然后呢，而且呢，他们还有一个理念，不单指的舍得投钱。这些创始人的比较牛的地方是，他能看到，就好像能看到企业未来成长的趋势，然后他在人才上采用的不是那种可丁可卯的抠抠搜搜的那种人力成本要节省，不是，他冗余发展。怎么冗余发展呢？比如海底捞，它一个店面的配备是110%的配备人员，因为他也知道人成长需要时间，至少需要1年时间，是吧？提前1年做110%的冗余配置，要等着什么呢？明年增长的时候有人能派出去。对好未来也是这样，所以能不能愿意投钱，敢不敢做冗余配置，你的业务模式支不支撑，
这些都是挑战。然后呢，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光投1年是不行的，持续的你能不能投钱？包括到后来人长成的时候，长半熟的时候，其实就不只是说我有一腔热血，我愿意跟老大干了，你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分一些长期的钱？让这人还愿意在这待着甚至呢，其实我现在我觉得有些企业，比如到千亿的企业，我不说名字，它其实面临另外一个问题了。好，你愿意在这帮人投钱把他吸引过来，你又在中间愿意给分钱让他们吸引过来了，让他们留在这儿了。但是人比如说挣钱挣差不多了，因为刚才说那几家企业，他们现在的这个叫做真的是高管团队的几百万以上的收入了。说你再给他增加50万、100万，他没感觉的。所以对这样的企业，另外一个挑战说，企业家在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提出来新的东西，就不止挣钱了。我们在干一件特别牛的事儿，我在干一件特别有价值的事儿，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儿，比如说链家左晖就提出来了。所以他们就不断的去蜕变，从链家变成贝壳。有些企业就没提出来。对，所以行业一变的话，你就发现，这个钱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对，其实这个企业家对人性的洞察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是吧？对，就是每个人他在生长，他的生命的不停的阶段，他的需求是什么，是吧？有时候我们也会谈到人性的善、人性的恶、人性的基本诉求，是不是满足了？更高级的追求是什么？这个确实对一个企业家他的要求，他能够洞察人性。然后在企业的组织的建设的时候，既满足大家的基本诉求，是吧？不要让人家对衣食还担忧，然后你让人追求他的高的人生目标，可能也很难做到。让衣食无忧的前提下，怎么去追求一些更高的这种理想也是企业的这种规划设计很关键的一个点。对，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我觉得对企业家是一个提醒，就是他一定要跟兄弟们在一起。对，他懂这帮兄弟。这帮兄弟在20多岁想啥，30多岁想啥，到了40多岁人家想啥了。对，就你一定要就是洞悉人性，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你能在就是恰当的时间提出满足他们新的需求。对，是，就您刚才讲的这个时候，就是我有想到两个问题，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其实投的这个偏早期的这个公司也很多嘛。对。那这个对创始人来说，他什么时候开始要去关注他组织的能力了？这个是一开始就需要吗？还是说就是当他就是观察到什么样的这个现象的这个时候，他要好好去想想他的这个排兵布阵，然后他内部的这个内生的这个能力了？是在什么样的这个时间点？其实我觉得关注组织可能很早就应该关注，是吧？这个不能等到说某一天我开始关注组织了。其实从最开始当然就要关注组织的健康、组织的发展。但是小的组织可能跟大的组织又不太一样。小的组织其实它人不是很多，你也很容易覆盖到。对，其实可能更多的人质的因素就会多一些。大家可能对这个创始人他的梦想、感召力等等这些，他就可能有足够的凝聚力让大家一起去努力，然后一起去拼，去拿订单，站稳脚步。但组织大了以后，可能需要考虑的东西就会更多一些，是吧？它的架构的搭建、文化的搭建，其实那时候已经不仅仅是创始人本身的文化，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团队的文化，怎么把它总结出来，让整个公司去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体系去执行，然后它的奖惩机制等等，它的这个人力资源体系就变成一个非常立体化的一个体系。但是我还是觉得，其实不管是在任何阶段，都要关注组织的发展，不能只想事儿。如果只想事儿，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公司只想事儿，它就会出现问题。对，出现问题的时候，创业者都不知道发生了，突然而来，这个问题就到了，是吧？甚至有时候感觉很受伤，被背叛了，但实际上因为创业者可能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思考这个组织，思考人。我提供一个参考数据就是我的经验值，50人是个坎儿。就50人之前你不考虑你不考虑我跑业务还行，过50人你再不考虑就不行，就完全不行了。那其实还是很早的时候，非常早，很早的时候，就是50人到100人，你找50人到几百人的时候，你不考虑的话，他会来找你的，他会来找你麻烦的，就是你天天应接不暇，无穷无尽的问题要解决，还不如像燕燕说，你早点思考这个事情。
50人左右，其实我觉得在组织发展上要思考的问题呢，其实非常具象，就是你身边那几个人，他的核心团队，对，一定要开始打造核心团队、核心班子，3-5个人不多，3-5个人，你把这3-5个人选好了，就选对是第一位的。因为你刚开始的我不知道，可能取决于资金情况，你可能请来太贵的人也不合适，对，他也不 fit in， 他可能年纪也过了，反倒是要选那种潜质特别有潜力的人。另外他跟你有点感情的瓜葛，情感的瓜葛，是兄弟，我在一起怎么样就有情感的链接，他能感觉到的。我们俩在一起不是就事论事儿，可以谈感情，可以扯一扯。对，这个很重要。就是其实我现在原来在 IBM 的时候，我特别尊重说就职业素养。对，同事之间不要谈距离感，不要谈私事儿。出了办公室就不要谈这个工作。我现在完全做不到。不是，就是人和人就是人和人。对，所以你在50人开始的话，你要拢几个小兄弟了。跟你他信你当大哥，他有潜质，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就这个几个人比什么都重要。你看，我发现这几个企业发展起来，哪怕到1000亿市值，核心就是那么几个人作用发挥出来了。那么再到了这个几百人之后，其实100人之后，就像燕讲的，其实这几个人如果有的话，这事儿好办多。他不是拖你后腿，就有啥窟窿他帮你补，他能帮你补台，当然也不够。到100人之上，就像燕讲，要开始考虑机制的问题了。你要建立一些机制，但这个机制呢，一定不能繁杂。所以这是我在跟企业做咨询的时候，我特别提醒企业的，我说你们不要去乱学这个华为。很多学华为的，他们不会学，把自己捆死了。就你没那么大企业，你一定要把那个华为的东西，对不对？对，简化，简化，简化再简化。最后变成一张表单。最后是你的经理拿着表单知道怎么干活，然后再去不断去迭代这个机制，这个非常重要。对。再到后来就是我一认同燕说那个文化。文化其实我把它翻译了一下啊。文化一提文化，大家觉得文化太虚。我换个词，大家可能不觉得不虚了。就几个人在一起形成一个组织的话，这个组织就有一个意识，就有个集体意识的问题。还有个行事规则，是吧？行事规则是集体意识的一个展现。这个文化其实它非常重要，就是这个集体意识。集体意识在大家你不用说，尤其集体潜意识，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也怎么选择，我们也怎么做，我们行为上怎么行动。你要是做创始人，你不在这方面去塑造集体意识的话，像稻盛和夫去塑造这个日航的集体意识，他的哲学，对，他就会乱长。等你再去看它的话，你发现已经七扭八歪了。你再去纠正的话，就很难纠正了。是，所以创始人在文化方面，其实从他本人怎么做人，怎么做选择，任用什么样的人，不任用什么样的人，其实都在塑造文化。对，就在塑造集体意识，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关于这个组织能力嘛，然后就是另外的就是我们这次就是讨论的话题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词叫创始人心智。然后您也会讲到说，这个人其实他有不同的这个生命层次和状态，然后要通过反复的这个自省和自我的这个觉察，然后去了解自己的这个状态，然后帮助自己去成长。那因为李老师经常会有很多的这个小练习，然后小的这个窍门可以教给大家，然后在这件事情上，您有没有一些就是可以教给大家就是自我觉察的一些的这个小的tips， 然后可以给到我们。OK， 对，就是创始人成长，包括每个人成长，第一步就是觉察。对，其实我们就觉察能力是可以练习的，就有很多具体的练习啊，比如说分几个，一个是觉察自己的身体，觉察自己的身体就是一个练习。对，其实很多人我观察周围的人，更多是在利用自己的身体。大吃大喝啊，然后有精力的就去暴跑一顿呐，然后呢这个累了就大睡一场啊，其实都是在滥用身体，都是在消耗身体，其实是。所以首先你要尊重自己的身体，这个肉身很重要的，它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这个一个，你可以说飞行器或者什么都 OK 的。对，所以你要非常重视它，所以觉察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状态什么样的，精力值怎么样？包括我在燕也做锻炼啊，我做锻炼的时候，其实我不练那个重量，我练对自己身体的觉察，哪块肌肉发力，就特别有意思啊。练着练着，你的肌肉那种感觉link就非常非常敏感，所以你对身体的就会很敏感，然后身体会给你很多其实叫做认知，其实是智慧，觉察自己的情绪。刚刚我谈到说，其实每个人的，尤其企业家，每天状态非常重要。
这状态其实跟情绪特别相关是啊。你知不知道当下你为什么沮丧了？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发怒了？有些人不意识不到，就被这愤怒卷进去了，是吧？自己也很生气，然后别人也被搞得很糟糕啊。觉察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起的时候，马上知道了，要允许自己有情绪，对吧？谁没有情绪嘛？觉察到之后呢，其实要做一些练习，比如说做3次深呼吸，非常具体的练习，做3次深呼吸，进去就发现，哎，平复一些。做转念练习，然后一件好像看似你定义成不好的事情，哎，你就能发现背后那个礼物，情绪就没了。有很多非常具体的练习。好，觉察身体，觉察情绪，还觉察什么呢？觉察关系。就你跟同事，你跟身边的人，当下的关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是紧张的还是松弛的？比如说，由于面试的时候，那面试的时候，对方跟你在一起，你要游刃有余的说，我先给他营造一个宽松的状态，他能充分展示自己。哎，看得不错的话，其实我要给他压力，看他在压力之下他怎么行事的，这都是基于一种对关系场域这种觉察，然后你能游刃有余的驾驭这种两人之间的关系啊，觉察自己的模式。我经常的认知模式是什么样子？一件事情出来，我为什么是这么想的？要问自己大问题。这个其实是企业家叫做破戒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为什么创业？这是个大问题。你没答案。哎，我为了挣钱，可以啊，非常好。你敢不敢当众说，我就是为了挣钱创业的？张永说，我海底捞张永说，我创业就是为了挣钱，不扯别的。对，这是真诚的力量。哎，他也了解自己，他也了解自己啊。我想给自己买房子，要杨小林想不想要房子？咱们再争吧，争完也给你买房子。他特别有力量。左晖呢，他也想让大家挣钱，挣完钱说，哎，兄弟们，咱们这钱挣得有点憋屈啊，好像别人看不起我们这个行业。咱们能不能有尊严的挣钱？不是靠对缝，靠专业挣钱。他就问大问题，找到这个路径。兄弟们看，是我们也想有专业，就是有尊严的挣钱，力量就来了啊。这大问题是真正让这些企业家成长的一个关键点。对，我也稍微补充一下，其实这个刚才温迪也提到我会做冥想。对，其实冥想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去问自己一些大问题。就是让你的整个的这个心情已经在一个很平稳的状态下，然后呼吸也很顺畅，是吧？你也很稳定的状态下，你去问自己一些非常大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我最近在做一些冥想的时候，这个冥想的导语会问一些很深刻的问题，比如可能明天你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你最想念的人或事是什么？其实它马上让你的内心就波澜起伏。当问这么深刻的一个问题，人的终局的问题的时候，你的心情马上就真的是波涛汹涌。这时候你就真正了解自己，什么事情对你重要，然后你也会了解自己的情绪。平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焦虑的状态、生气的状态，这些状态到底是什么。甚至这个情感来的时候，你可能就躲开了，是吧？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方法，你可能会更了解自己。所以这个我也给冥想做个广告，大家其实可以有机会多花点时间去每天10分钟、20分钟做冥想，效果非常好。像这个燕和刘老师刚才讲的，我感觉就是人的这个终其一生就是跟自己对话，对，然后这个跟自己一起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对。燕可能咱们可以对经验啊。对，就我观察，其实呢，人这个年纪非常有意思。对，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年纪，就是40岁。对，就所以说40不惑，这个是有道理的。有道理。对。我发现大概率是40岁之前的人都是向外看的。考试怎么样，学习怎么样，然后这个挣多少钱啊，职位多高。到40岁前后，他就开始转向了。有点大，你比较幸运的人是40岁我就开始转向往里看了，或者看到一些就是更成功的人，他可能这个进程会更早一些。然后呢，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他们经历的失败更多一点。就失败会让人早熟，对，不是成功，是。我个人之见啊，如果这个人一直成功，他就有一门课没修，对，就在这个下跌状态，在失败之后他的表现是什么样子，他一直没有练习。做企业其实现在我看做企业是一个最好的人生功课，是起起伏伏，人和事儿都得去解决，对，是一个很好的修炼，对，是很好的修炼。对，这个除了这个
就冥想，然后这个刘老师刚才讲的这些之外，然后燕有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或者是给大家推荐1-2本书？对，其实读书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我觉得这种获取能量的方法，有很多种，是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冥想、锻炼、读书，然后社交，是吧？跟有意思的人、有积累的人去交流，我觉得也都是非常好的方法。对。那说到这个推荐书，我其实推荐2本书，但是并不是新的书，但是我觉得对一个这个企业的经营者会很有意义的书。对，其中一本呢也是Leo老师推荐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日航的奇迹》。它其实它的意义在于，就是大家在学这个稻盛和夫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学他的这个就是阿米巴，是吧？但实际上，在这个稻盛和夫出山去拯救日航的时候，他先建立了日航的哲学，先去把这种集体意识建立起来。1年2年以后才真正实现了阿米巴，才真正把这个他的这个阿米巴的体系植入到日航。但是日航其实第1年破产的第1年，10个月之后，稻盛和夫出山10个月之后，他就盈利了。对，所以实际上是这个哲学、它的文化、它的体系的这个建设，帮助了日航。后边阿米巴这个形式，才让它更持续稳固的去发展。所以我觉得日航的奇迹，它的意义在于这儿。然后另外一本书我想推荐的就是这个叫 Mindset， 终身成长，它有中文的这个翻译，是这个斯坦福的一位教授Dr. Dweck 所写的。这本书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它里边举了非常多的例子，就是不管是你在经营企业，还是作为一个运动员，或者在其他的行业里追求的时候，怎么用这种成长的心态去面对事情。你对世界的看法就会完全不一样。很多非常有成就的人，可能不是最有天赋的人，但是他的成绩却是最持久的、最高的，就是因为他有这种终身成长的这种思维的方式。所以我推荐这2本书。是这个燕让我们也都读了，我自己觉得也是非常有收获，特别是这个终身成长其实是生命层次最高层次，就是内观自变。对，就我不固步自封，任何人的观点我都能去听，去吸收，然后呢，我每天都在成长，然后就享受生命每天成长一点点那种生命体验，那是最高层次。对，好，那我们这个起点还够高。是，那也感谢2位嘉宾的宝贵分享，可以说都是看过和经历过、陪伴过很多企业成长之后，我们凝结出来的一些精髓。那也相信让很多有过创业经历或者正在经历创业成长的听友们，很多有共鸣的这个地方。那作为一家一级市场的投资机构呢，我们也希望是发掘伟大的洞见和创新，并且用这些通过很多企业沉淀出来的方法论来去支持和陪伴创业者和企业家不断的这个成长和进化，最终成就能够改变世界的伟大企业。所以再次感谢燕，也感谢Leo老师。那最后谢谢Wendy，谢谢Leo老师，谢谢Wendy。好，最后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电波未来，我们会持续邀请不同领域的投资人、创业者以及行业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未来的洞见。也欢迎各位听友在 New Radio、小宇宙、B 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YouTube 等平台订阅我们的栏目，在电波中听见未来。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